啦啦啦，可爱的小滚滚，啦啦啦，善良的小财神。谢家人丧事办完后就出远门了，去打捞谢老爷的尸体。滚宝没了小伙伴陪玩，每天敬业地在城内城外各处布施。这天一回来，怎么这么多的侍卫呢？还铺这么长的地毯。娘亲在哪儿呢？在这里。一进门就看到衣饰华贵的叶桑姨做作地扶着肚子，对着娘亲满脸得瑟地叭叭个不停。大夫说我这身孕才半个多月就查出来了，怀相定是极好的，十有八九呢是个男胎。不过王爷说了，是男是女他都喜欢，如今待我真是如珠如宝呢。从前未嫁人时我也不能理解，为何娘那么急着抱孙子，如今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，想要夫妻感情好呢，那就必须得有个孩子才行。哎呀，嫂子，我可不是在说你呀，你都要跟我大哥和离了，不会多想的对吧？江云堂压根懒得搭理他，看到滚宝跑进来了，便拿出帕子细细地给他擦汗。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？切，养你再好也始终比不得自己亲生的，男人呐，尤其看重这点。嫂子，你与其养个捡来的，不如让莹莹和赵儿回府，这样我大哥还能看在孩子的份上多看你一眼。嫂子，你也别嫌我老拿孩子说事，当初你的孩子没了，难道不该怪自己没本事护不住他吗？说句难听的，都是你自己活该，拢不住夫君和婆母的心，又怎么能一味怪我大哥和娘呢？江云堂目光森冷地抬头看向他，叶桑一得意忘形之下猛地一惊，然后挺起自己的肚子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又想对我动手吗？要是打坏我肚子里的恒王府子嗣，你可赔不起。江云堂如今还真是不好同他动手，咬牙直接抱着滚宝离开。还没走出安寿堂，就听到里边传来母女俩得意的笑声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江云熙给的药效果就那么好吗？居然真的有崽崽了。不知道那种药还有没有了。太妃娘娘那么想要孙，我可以给豆芽叔叔也试试啊。滚宝到今天都忘不了那3秒。娘亲，那以后是不是都不能抽他啦？江云堂没说话，只摸了摸他的小脑袋。回到院子，就看见出门半个多月的戴巧回来了。戴巧姨姨，你这些天去哪里了呀？戴巧拿出一个包袱哄他。奴婢自然是去给滚宝找好吃的去了。哇，好多糕糕呀！立马什么都忘了，去跟小丫鬟们一起分享。戴巧这才跟着江云堂去了房里。与此同时，叶向瑶派出去的人也回了叶家，正在书房回话。将军，属下并没有找到您说的匣子，因为财神庙连头后面的那片土坡都在属下赶到青州前被官府铲平，建成了粮仓。叶向瑶失望又震惊地捏紧拳头。怎么这么巧？其实也不算巧，临水镇的财神庙在过年的时候就被镇上的一户人家一把火烧了，因为庙里香火不旺，镇上的人不愿花银子重修，所以官府便将那块地征用了。过年的时候？具体什么时候？正月初5那日。如果这都不是巧合，那只能说是天意。如今匣子没了，要确定滚宝是不是他和云堂的孩子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叶向瑶到库房里取了一只金簪，立刻去了正院。滚宝，喜欢吗？什么呀？我才不！瞧瞧这是什么？哇，是金子！那个是给滚宝的吗？叶向瑶点头，蹲下身来，直接将簪子递给他，却在滚宝伸手的时候，故意用簪子划破了滚宝的手指，鲜血从小小的手指溢出，身后的下属立刻用装了清水的碗接住。紧接着叶向瑶也划破手指滴入自己的血，紧张地等待。可是很久后血也没有融合，叶向瑶脸色肉眼可见地沉了下去。滚宝没拿到金子，撅着小嘴控诉：你骗人，你就是在滴血找亲戚。你知道？滚宝当然知道，忽然转身跑去了正院的小厨房，端来一个碗，里面也有水和几滴血。滚宝帮你找吧，
但找完了你要把银纸给滚宝哟。叶向瑶手上伤口还未凝结，虽没弄清楚这小家伙什么意思，但还是挤了一滴血进去。不过几瞬，碗中的血液便融合了。嘿，找到啦，找到啦！滚宝帮你找到亲戚啦。你方才哪里弄来的血？是不是你自己的？那个，嘿呀，嘿呀，嘿呀！从厨房里拽了一只小乳猪和一条大黄狗出来。那是他们的血，你跟猪猪还有狗狗都是亲戚哟。叶向瑶失望又震惊地捏紧拳头。莫非真的只是巧合？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巧合？若是和谐法都不能证明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办法能证明滚宝是我的女儿？叶向瑶再次蹲下身来，失神地伸出手想摸一下滚宝的小脸，可滚宝只惦记他手里的金子，往后直躲。大螃蟹，你要说话算话哟！你要是不给我金纸的，叶向瑶失笑，将簪子直接丢进了他日日不离手的破碗里。花母，那你这样的话，又想接但又不想接的，滚宝好为难呀。滚宝纠结完了，认财生命地叹了一口气。那你是还想要亲戚吗？我还想多要一个女儿。行吧。等叶向瑶走了，他便立刻往恒王府跑，贴了个符咒到叶桑姨那里翻箱倒柜。在哪里呢？叫什么来着？猫什么？然后，好像就是这个小瓶子，还好剩一点点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反正喝了这个抖一抖就能有仔仔，滚宝就成全你吧。为了业绩，冲呀！滚滚从恒王府离开后，顺道又去不远的玉清王府摇了个人。等他满头大汗地跑回家，竟看到叶桑乙带人堵了娘亲的院子，而且这回连装都不装了。嫂子，我出嫁前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和离，如今我连孩子都有了，你怎么还赖在我们叶家不走？你别想着占着茅坑不拉屎，给个痛快话，你到底什么时候与我大哥和离？原来你知道叶家是个臭不可闻的茅坑啊！怎么着，有人等不及要拉裤子里了？你怎么这般粗俗？我是粗俗，比不得你们一个两个如此下贱，上赶着给人当外室做妾。江云熙他越急，我就越不让他得逞，你能如何？而且不是我不合理，是你大哥死不放手，还日日往我院子里跑呢。滚滚是吧？就是大螃蟹每天都来找娘亲，可讨厌了呢。叶桑姨被他们母女俩对得毫无还嘴之力，鼻子都要冒烟了。你们等着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在叶家待不下去的，而且我叶家的光，你们也休想沾到一点。哼！说完，他就实在没办法，气冲冲地走了。呸！叶家如今就是个五品官邸，有什么光可沾？瞧给他狂的！滚滚却说：滚滚回来的时候，看到门口有好多箱子呢。江云堂明白了，忍不住笑了一声。他如今有了身孕，拿自己当王府的女主子回娘家炫耀呢。咱们也瞧瞧去。话落，他便抱起滚滚去了前院。果然如滚滚所说，大大小小的箱子堆了快半个院子。哟，嫂子方才不是硬气得很吗？怎么看到我风风光光的回门，王爷还赏赐了这么多东西，后悔了？不是我这个做小姑子的小气，是嫂子你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脱，说不愿意管家。这些好东西我只好都放进母亲的院子，没有嫂子的份儿了。滚滚小人不讲武德，迈着小短腿就跑过去，拦住这个小瘟神，可以别让他偷了我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大都是些布料酒水生理，金银玉器只有一个小箱子，可不能让他们看出来。王爷虽然赏了他一些东西，但他毕竟刚入王府不久，攒下的好东西有限，而且王府的事大多由世子说了算。可世子性情乖张，喜怒无常，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等我生下儿子，定要让我儿子取代世子。娘亲，这里面没啥好东西。
江云堂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你懂什么叫好东西吗？没见过世面的小乞丐。滚滚当然懂呀，就嘉贵太妃驾到。我是去玉亲王府摇人了，想给娘亲撑腰，可我摇的是漂亮爷爷呀，太妃娘娘怎么来了？众人下跪之际，滚滚直接跑去了门口张望。哇，好多宝贝呢！太妃娘娘！嘉贵太妃微微弯下腰，笑眯眯地将扑进怀里的小丫头抱起来，然后看向院子里跪了一地的众人，目光落到叶老夫人和叶桑怡身上。哟，哀家似乎来得不巧，叶家二小姐这是回门了，怎么不摆回门宴呢？回太妃娘娘，妾身只是回。哀家想起来了，你是侍妾，没资格行回门礼摆回门宴，所以这是纯粹回娘家显摆来了。那让哀家好好看看都显摆了些什么好东西啊。嘉贵太妃话音未落，侍卫们便冲上去将所有的箱子打开，一箱箱的布料、酒水和生肉糕点就占了90%，连下人们都看呆了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见过大肿脸充胖子的，没见过充这么胖的。叶桑怡当众被揭穿，简直丢脸丢到了姥姥家，埋着脸抬不起头来。江家之女江云堂，公叔端会，深得嘉贵太妃喜爱，朕念太妃膝下孤寂，特允嘉贵太妃赐认江云堂为义女，赐封荣安县主。叶老夫人与叶桑怡一听，气得牙都要咬碎了。他江云堂凭什么？什么公叔端会都是骗人的，他分明粗鲁忤逆，奸诈又凶残。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凭什么被封为县主，还赐号荣安？嘉贵太妃赐荣安县主，今春上贡绢帛锦缎50匹，制造金银玉器100件10箱，制造头面20副，宫花20对，金瓜子、银花生、珍珠各1箱，孩童玩器5箱。长长的礼单念了足足1盏茶的功夫，而且全部录入了盖有贵妃宝印的黄册。任何人想染指侵占，都得掂量自己的脑袋。叶老夫人和叶桑怡嫉妒得红了眼。没有你们的愤怒。滚滚的娘亲是2品，你的仔仔是5品，我娘亲比你们官都大，主母要记得给娘亲下跪哟。叶桑怡听到这话，气得眼前一黑，小腹隐隐作痛。豆芽叔叔，滚滚来啦！又来了，这几个小兔崽子又来了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云别仍未社死，心先死，然后静静等待着命运的降临。咦，往日不是九皇子那个瘪犊子打头阵吗？居然只有滚滚一个小萝卜头。哎呀，今天应该不会社死了，嘿嘿嘿。滚滚熟练的脱鞋爬到榻上，熟练的扒开眼皮看牙口。哎，豆芽叔叔嘴嘴不臭啦。嘿嘿嘿。嘉贵太妃看着这个小活宝，笑道：多亏了滚滚，如今豆芽叔叔已经能轻微的动弹，还能发出声音了。话到此处，他还是微微露出些担忧，只是不知道你豆芽叔叔何时才能站起来，哀家今生还有没有机会能看到他成婚生子。哎，机会本来机会就在你眼前，被您生生给掐没了，还没来得及有情就成了兄妹，谁懂啊？滚滚听到生子，又爬下床去拉着嘉贵太妃的裙子。成婚滚滚管不了，但生仔仔的话，滚滚可以帮点小忙的。今天太妃娘娘去给娘亲撑腰，她为了感谢，特地给太妃娘娘带了礼物。那就是这个，豆芽叔叔喝了它，然后再那样子抖3下，然后就能生仔仔啦。滚滚掏出从叶桑怡那里找到的小瓷瓶儿，这可是我从大螃蟹牙缝里省出来的药药呢。嘉贵太妃一头雾水，喝了抖3下就能生？嘉贵太妃觉得能有个亲孙子或者孙女儿也不错，
反正滚滚给的肯定是好东西。快去温水来，将药粉化开，喂给云别喝。快去温水来，将药粉化开，喂给云别喝。杯子一靠近，云别就闻到了一股骚味儿。咦，我怎么跟猫尿似的？还有点熟悉。可这玩意儿能喝吗？不是，母妃你都不问清楚就让我喝吗？云别抗拒地歪过头，努力发出声音，试图唤醒嘉贵太妃的母爱。可嘉贵太妃已经抱着滚滚出去了，怕出现什么滚滚不义的场景，再被滚滚说出去。王爷，太妃娘娘用自己的命换了您的命啊！她如今就这么一个念想了，王爷就体谅体谅吧。说完就给云别灌了下去，然后去门外复命。1、2、3，好啦。啊，这就好了？是不是稍微有点快啊？真的好啦，滚滚有经验的。嘉贵太妃信了，先让嬷嬷推门进去看看。结果嬷嬷刚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就听见里头的王爷在喊：不急了！娘娘，王爷会开口说话了！王爷开口说话了！嘉贵太妃自然听到了，而且知子莫若母，她立马骄傲地笑出声来。哀家就知道，哀家的别儿怎么可能那么快？快把门关上！嬷嬷迅速关门，云别这才感觉死里逃生般松了一口气。可身体的燥热怎么都挥之不去，直到一盏茶的功夫，嘉贵太妃激动地拍手。嬷嬷垂着脑袋忍不住笑，进去没一会儿便出来回禀：娘娘成了，王爷还行。嘉贵太妃一点也不避讳，抱着滚滚就亲了一口。真是多亏了滚滚呐！豆芽叔叔好像比恒王差一点点，生个崽崽要那么久。不客气，这是滚滚应该做的。等丫鬟们换洗完了，滚滚噔噔跑回暖阁，趴在床边问：豆芽叔叔别着急，等滚滚下次再来看你，你就有崽崽啦。求求你别再来霍霍我了，实在没事干就让你娘送你去读书吧。滚滚见豆芽叔叔不看他，玩了一会儿没意思，便回家了。刚进门就看到小厮拽着2个白胡子的老头。哎呀，将军那边刚消肿才没几天呢，怎么又肿了？老夫一直叮嘱不能有那等心思，怎么还敢用虎狼之药啊？没一会儿，叶老夫人也闻讯赶了过来，满脸焦急中带着一丝期盼。等大夫一出来，她便拉着人问：大夫如何了？好在是虚惊一场，血肿稍稍退了些，以后可莫要再让将军这般逞能了。你的意思是我儿他真的行了？嗨，那些虎狼之药可万万不能再用了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呢。叶老夫人忙不迭点头，转头吩咐婆子：你告诉桑姨，让她想办法给瑶儿请御医来。我儿还行，老天保佑啊！叶老夫人虔诚地对着天做了3个揖。很快这事便传到江云熙耳朵里，江云熙不可置信，还急了：什么？叶桑姨差人来告诉我，说叶香瑶仍旧不肯和离，还日日去江云堂院里。若她真的又能了，还跟江云堂有了孩子，我和莹莹和赵儿怎么办啊？江老夫人也是一脸焦急，犹豫许久才出了个馊主意：要不你先以妾室的身份进了门再说，你若不进叶家门，岂不是放任他们孤男寡女日日相伴呐？只要逼走了江云堂，还怕没办法让叶向瑶将你扶正吗？总比咱们日日在这里干着急好啊！江云熙闻言左想右想，叶家母女一点都没有用，都这么久了还没将江云堂给赶出去，难道非要我亲自出马才行吗？不，我还没到没有退路的时候，江家人可都是我捏在手里的武器。除了睡觉的时间不想睡觉，其他时间都想睡觉。而作为罪魁祸首的滚滚，没心没肺地翘着小屁股，一觉睡到了天亮，和娘亲进宫去谢恩，却没见到圣上。
近日皇后娘娘病了，连着发热昏迷，一直不见好。见太医们都束手无策，圣上因为娘娘的病忧心不已。今儿早上一下朝又去了坤仪宫，吩咐若无要紧之事，莫去打扰。皇后娘娘宽仁和蔼，这一病也是牵动了许多人的心，更让后宫的高位嫔妃们蠢蠢欲动。上春宴时，我见皇后娘娘气色极好，怎么突然就病了？严重吗？可不就是突然病的吗？一点征兆都没有，而且就在上巳节那天晚上。至于多严重，奴才也不晓得。皇后娘娘只允许圣上和珍妃娘娘前去探望。上巳节那天晚上，而且没有征兆的突然就病了。江云堂蓦然想到了皇后将凤冠顶珠放进滚滚碗里的事，不会是滚滚干的吧？江云堂突然心虚不已，急忙告辞去了珍妃的宫里，询问皇后病情。珍妃如今对谁都三缄其口，但对江云堂知无不言。唉，皇后娘娘这病来得实在蹊跷。晚上后我还陪着娘娘礼佛呢，没2个时辰，人就突然倒下了，又是发热又是昏迷的。太医院来来回回治了这么久，就是找不到病根儿，急得圣上日日都去坤仪宫守着。哎，不过我听说啊，皇后娘娘在生病前和圣上大吵了一架，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儿。圣上因此动了大气，逢午那日都没去坤仪宫，隔了好几日才知道皇后娘娘病的都起不来身了。这些天我也一直在坤仪宫伺候着，如今娘娘已是昏迷的时候多，醒着的时候少了。珍妃娘娘的意思，皇后娘娘快要不行了，不会真的是滚滚干的吧？江云堂活到这么大，就没像现在这样心慌过，又赶紧去御花园找滚滚。滚滚，上春宴那天，你是不是接了皇后娘娘的单？滚滚能不能告诉娘亲，皇后娘娘许了什么愿？小财神不可以把原主的愿望告诉别人的，娘亲也不行的。好吧。回家后，他心中一直惴惴不安，甚至开始拜佛祈求皇后娘娘平安。滚滚则一直沉迷于扑蝴蝶。2日后的傍晚，一连3声丧钟在皇宫内响起，传遍京城。不过一刻，便有消息传来，皇后没了。皇后没了，圣上宣布罢朝3日，举国治丧。江云堂带着滚滚一起进宫，站在长长的丧礼队伍中间。忽然一阵清风刮来，天空中出现了成千上万只蝴蝶。那些蝴蝶不就是滚滚捉来的吗？成群的蝴蝶层层叠叠包围了皇后的棺椁。紧接着，皇后娘娘的遗体居然不见了。一只半透明的彩色蝴蝶从玉棺中扑闪着翅膀钻出来，飞向了皇宫外的天空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后娘娘变成没有了！最后，皇后以衣冠入葬皇陵，圣上悲痛不已，继续罢朝。滚滚进去慰问的时候，见叶帝瘦了一圈，小小的良心终于发现，说了实话安慰他：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圣上婆婆你不要难过了，皇后娘娘她不是真的死掉了，她只是不要你啦。我谢谢你。滚滚怕他不信，爬到玉桌上掏出阎王殿的生死簿给他看。那你看，我把皇后娘娘的名字和生辰八字写上去，又划掉了。叶帝瞧着发光的生死簿，震惊、心痛、脑壳疼。难怪明明是个小财神，却被人称作小瘟神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你到底还有多少朕不知道的宝贝？财神爹爹们怕我在人间受欺负，会不停地给我往里面填宝贝的。不过生死簿只有这一本呢。老阎王好小气的，每次找财神爹借钱都要讨价还价。妖兽了，可千万不能得罪滚滚啊！但是也不能让他拿着宝贝继续霍霍朕的后宫啊！小滚滚啊，你要是实在没事干，就去念书吧。
做神的同时，学着做个人吧。念书好玩吗？叶帝不说话了。念书哪能好玩？但至少能让这小祖宗别去玩别人。好玩的，朕送你去国子监念书。国子监里每天有很多哥哥姐姐陪你玩，还有师长给你讲故事。滚滚一听有这么多人，立马点头。去念书。事不宜迟，你明天就去吧。学什么不打紧，送进去就行。叶帝下令让福大监立刻亲自去国子监给滚滚办入学。等等，叶帝想了想，还是不满意，立马又一道圣旨传到了武安侯府。特命姜子羽兼任国子监六品讲学之职，执掌启蒙班次，望恪尽职守，钦此。让这小祖宗可着自家人去祸害吧。六品官职就算给姜子羽的工伤补偿了。啦啦啦，可爱的小滚滚，啦啦啦，善良的小财神。这圣上不仅给滚滚入了学，还派福大监亲自监督送滚滚上学，生怕他不去似的。我喜欢跟长得好看的人说话，所以我喜欢只言只语。咱们呐，念得进去就念，念不进去呢就多吃零食多睡觉，反正都是不花钱的。谁要敢欺负滚滚呢，滚滚也不用跟他们讲道理，就使劲的打回去，记住了吗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怎么跟我爹娘说的不一样呢？大业的国子监分为6学2馆1司，滚滚去的就是9岁以下孩童就读的蒙学司，里面的孩子都是京中3品及以上官爵家的嫡系子弟。刚到蒙学司门口，滚滚就看到九皇子和郑傩傩一边一个站在门口不动，旁边还有一群小孩在笑他俩。连幼学琼林的5伦9族都背不出来，老九，你怕不是傻的吧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今日的巡考，你俩肯定又是倒数第1和倒数第2，屁股又要吃竹笋了。八皇子乃曾经的德贵妃所出，是恒王和显王的胞弟。九皇子哥哥和世子哥哥，滚滚也来上学啦。你才3岁，怎么也来国子监上学啦？虽然氏族子弟都是3岁开蒙，但必要先在家中请私塾先生教了认字，5岁才会送到学堂呢。滚滚，你可是连大字都不认识的仔仔呢。不过，既然你不认字的话，那倒数第1和倒数第2就不是咱俩了。滚滚妹妹，欢迎你来国子监上学。你叫滚滚，你就是那个害得我母妃被贬的野丫头。是我呀。嘿，还承认的挺快。江书义，叫人围住他。你给本皇子滚出国子监，否则本皇子叫你好看。这个嘛，娘亲说过，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不要讲道理，使劲打回去。那个，你是在欺负滚滚吗？对啊，是又怎么样？啪啪啪！滚滚的长公主飞出来，一嘴巴来了。离八皇子最近的江疏义和罗锦佑也被长风给扇趴下了。九皇子和郑傩傩看准时机，熟练的一左一右拎起滚滚就跑进了祠堂。2人甘拜下风。滚滚妹妹，你太厉害了，我都没看清楚你怎么打人的，八皇子就被你干趴下了。以后有滚滚妹妹罩着，我跟郑傩傩就再也不怕被老爸欺负了。俩人一点也没觉得让3岁的滚滚罩着6、7岁的他们有什么不对。好啊，那为什么八皇子要欺负你们呀？因为我们小啊，以前在皇子所的时候，他就经常欺负我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2个菜吗？你瞎说什么大实话？然后2人再次对视一眼，忽然福至心灵。滚滚妹妹连呼风唤雨都可以做到，是不是也能让我们2个变聪明？然后2人突然跟身上长了虱子一样，从头摸到脚，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扒了下来，强行塞进滚滚碗里。滚滚妹妹，让我们今天巡考考第1吧，求求你了。可是你们这样是作弊，是不对的。不接，这个不能接。滚滚妹妹，就一次，帮我们就一次就行，为了友谊。
滚滚是个很有原则的小财神，不高兴地接单。好吧，很生气，为你们服务。然后在碗碗里掏啊掏，掏出一颗发光的星星。那文曲星，拜拜吧。九皇子和郑傩傩二话不说，立马跪下，头磕得砰砰响。进来报仇的八皇子刚好看到这一幕，老九，你干嘛呢？堂堂皇子岂能跪他人？你给本皇子起来！九皇子才不管他，磕完3个头问：这样就行了吗？这个我也不确定，因为这颗文曲星本来是爹爹送给我当蜡烛用的。那你们再等等啊。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上岸符，啪啪2下贴在九皇子和郑傩傩的脑门上，这下应该可以的。九皇子瞬间有了底气，指着八皇子大喊：呵，老八，你给我等着，这次我一定要考第一，气死你！八皇子第一次被他挑衅回来，连找滚滚报仇都忘了。哈，你要是不能考第一，就从本皇子胯下钻过去。我要是考了第一，那就换你钻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两人刚说完，唐铃声响了，一群萝卜头们赶紧规规矩矩地坐下。大舅舅！姜子宇听到这声音，在丁金往第1排的小书桌上一看，腿不禁一软。难怪圣上突然赐我6品讲学之职，我就知道天上掉的都是陷阱。我要坚强，国子监乃书香正义之所，一定能克制瘟神的邪恶力量。6品官呢，我在使馆修了3年的书，也才是个从7品修撰。如今没了世子之衔，这6品官阶就是我的底裤啊！何况我的次子就坐在底下看着我呢。各位同监生好，我是你们的新讲学，你们唤我姜师长就好。这位新来的师长是姜书义的父亲，他们认识。但那个新来的滚滚叫他大舅舅耶。姜书义竟然跟打了八皇子的滚滚是兄妹。孩子们看好戏一般，又看向八皇子，八皇子也看着姜书义。姜书义一急，生怕八皇子觉得他是叛徒，指着姜子宇便喊：我不认识他。众人齐齐懵了，姜书义这才发现不对劲儿，又急急指向滚滚：我爹不认识他。我说错了，是我不认识他。笑死我了。姜书义急得满头大汗，看向滚滚的目光从原本的10分讨厌变成了12分讨厌。父亲和祖母说的没错，他果然是个瘟神，才第1天来上学就害我丢了这么大的脸。哼！今日巡视。话音未落，满堂寂静，所有的小童都顾不上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紧张。姜子宇满意了，这就开始发测试卷。滚滚第一个拿到测卷。看不懂。果然跟他娘一样不学无术。姜子宇没再管滚滚，也不敢管他，开始考试巡场。哇，这次的巡视题都好眼熟啊！嘿。紧张的心情瞬间没了，九皇子下笔如有神助，等到他写完，脑子里的知识也清空了。比起考的都会的全考了才是神迹。九皇子此刻对滚滚更加信服。待上午巡视结束，九皇子和郑傩傩立刻请滚滚去膳堂吃大餐。滚滚妹妹，多谢你的保佑，我这次一定会考第一的。就你还想考第一？一会儿巡榜出来了，你就等着钻本皇子的胯吧。姜书义也逮着机会报仇拱火。滚滚跟九皇子是一伙的，应该让他也钻。姜书义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连小姑娘都要欺负，滚滚还是你妹妹呢。她才不是我妹妹，我只有一个妹妹，叫叶萧莹。虽然他也不喜欢叶萧莹，滚滚见他们争得面红耳赤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短腿儿，太短了，好像钻不了人。钻吧。那如果九皇子哥哥得了第1名，你也要钻世子哥哥哟。对，是你提的，滚滚钻，你也要钻。姜书义才不想在众人面前怂了，一口气应下：谁不钻谁小狗。
于是等用完了午膳，两伙人浩浩荡荡地去看寻宝。嘿嘿，各位都瞧好了，九皇子准备钻胯了。他咔的一声扎了个大马步，摆好姿势，看向寻榜最末尾，末尾明明晃晃的写着“滚滚”2个大字。对，忘了来了个不认字儿的，倒数第一易主了。哼，下面揭晓的是倒数第2，叶承志。承志，怎么是我的名儿？我怎么成了倒数第2？不应该是叶承喜吗？我是第1名，你们看，第1名叶承喜，本皇子，还有我郑傩傩并列第1。八皇子不可置信地跳看到最上方，竟然真写着叶承喜3个字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九，你们是不是作弊了？九皇子当场给他来了个全卷背诵，震惊全场。然后九皇子和郑傩傩咔咔2声，齐齐扎好马步。各位都瞧好了，八皇子和江疏义准备钻胯了。谁不钻谁是谁小狗。你们你钻呢？你钻呢？你钻呢？哇！老八你不要脸！哇！郑傩傩看向江疏义，那你呢？你钻还是叫呢？江疏义既不钻也不叫，直接耍赖皮要跑。滚滚觉得九皇子和郑傩傩的第1名也是作弊来的，就说：“算了，放你们一马吧。”九皇子和郑傩傩见好就收，昂首挺胸地带着滚滚去午休，然后躲到没人看见的地方。滚滚妹妹，求继续保佑啊，保佑我们远离倒数第1和倒数第2。行吧。3个崽崽达成共识，殊不知这一切都落在了八皇子眼里。下午散学之后，八皇子见滚滚要回家了，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，便跟了上去。八皇子，你去哪儿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不许跟着我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是你最忠诚的跟班了吗？切！你们几个看着江疏义。滚滚，嘿嘿嘿。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呀？嘿嘿，红色的。娘亲，滚滚放学。出了国子监，滚滚一眼就看到了停在最前面的叶家的马车，开心地跑过去。大螃蟹，怎么是你呀？滚滚的娘亲呢？叶向瑶笑了一声，江云堂自然是被他设法绊在路上了。你娘亲今日忙，让我来接你。滚滚是小，又不是傻，娘亲才不会让你来接滚滚的。叶向瑶早就料到这个小崽子不好搞，忍着腹下的剧痛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道：“爹爹来接你放学也是一样。”滚，这个就是你爹爹呀？可是九皇子他们不是说你没有爹爹吗？滚滚赶紧辟谣：“滚滚没有爹爹，滚滚的爹爹，滚滚都还没有选好呢。他骗人。”我是你娘亲的夫君，那就是你名正言顺的爹爹。回家。说完便将他塞进了马车。同样来接孩子的官员们看到这情景，表情有些精彩。上4节宫里发生的一幕幕，他们可都还记得。叶郎将这是浪爹回头了。也是，这个滚滚如今可是圣上和嘉贵太妃跟前的小红人，若换成是我，管他是不是亲生的，这捡便宜的爹不当白不当。有几位同僚犹豫片刻，拉拢关系的上前来打招呼：“叶郎家，你也来接孩子散学啊？你们父女这时相认了？择日便要开宗祠，正式收养滚滚。日后滚滚在国子监读书，还望掌通政事的爱子多加照拂。”好说，那你们父女2人慢走啊。娘亲，滚滚不干净了。叶向瑶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居然让小厮在我马车上做手脚！我说怎么行到半路车轱辘都掉了？你搞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让人知道你认了滚滚吗？真够不要脸的！叶向瑶见他气急，还当众骂他，不知怎么的，心里竟隐隐觉得有意趣。虽说有几分伤颜面，但这段时日下来，他似乎也习惯了。于是他故意道：“你若有脾气，回家再朝我发便是，莫要在外闹。我们先回家。”
江云堂被恶心的当场翻了个白眼儿，不想再给他表演的机会，抱着滚滚转身就走。叶向瑶暗暗咬了咬牙，吩咐小厮：“我陪夫人走回去，你们莫要跟着打扰。”江云堂不再理会，径直往前走。叶向瑶见他加快了脚步，也赶紧跟上。叶向瑶，你怎可这般朝秦暮楚？云溪没名没分的跟了你那么多年，这才回京多久，你就将他们母女三人抛诸脑后，转后去讨好江云堂和那个小瘟神，简直无耻之极。叶向瑶看着他那张自诩清高正义的脸，提醒他：“大舅哥怕不是忘了，江云堂才是我的正妻，也是你的亲妹妹。这个，从原则上讲，哼哼，我再不是个东西，这些年也从未动摇过江云堂嫡妻的身份，给了他应有的尊荣，不似你们武安侯府亲养颠倒，还擅自做主害死我叶家子嗣，这笔账我迟早会跟你们算。”说完，他便忍着腿间剧痛，大跨步离开。江子宇当众闹了个没脸，气得脸色青一阵紫一阵，回去便将这事告诉了江云溪。而叶老夫人也很快听说了此事，立马将叶向瑶叫去了安寿堂。你都同江云堂闹成这样了，为什么不和离呀？你不是不喜欢他，还厌恶他总是压你一头吗？从前他束缚妇德教条，你还能拿捏住他，如今他彻底不在乎这些了，你根本就降不住他，还将他留在这府里做什么？叶向瑶看着老夫人，阴沉的眼中带着他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偏执。越是降不住，我越要将他困在这府里。当初他逼着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娶了她，如今就算他再心不甘情不愿，也得留在我身边。他从嫁我那一日起，便只能是我叶向瑶的妻。叶老夫人听完，险些背过气去。你就不怕那个小瘟神吗？他把我们叶家害成今天这副模样，你还留着他，是疯了吗？叶向瑶也觉得自己疯了，可他现在才知道，这世上无人再能像江云堂那样不离不弃，一心一意地对他。滚滚是不是瘟神，母亲还是再斟酌斟酌吧。江云堂自从收养了他，便一改从前唯唯诺诺的模样，过得一日比一日潇洒，如今还被封了荣安县主。嘉贵太妃刚接触滚滚不久，玉亲王就突然醒了过来。九皇子自打与滚滚交好后，压在珍妃头上的皇后与德贵妃，一个死一个贬。眼下珍妃已成了后宫中位分最高的嫔妃。还有圣上，圣上为何如此喜欢滚滚？母亲真当圣上是个不要命的傻子吗？叶老夫人一个反驳的字都说不出来，满脸憋屈之色。叶向瑶看着他这副模样笑了。母亲心里其实早就明白了，只是母亲自私惯了，怕滚滚是来找您寻仇的，所以一心只想将他赶出叶家。叶老夫人死死攥紧帕子。滚滚在您眼里是索命鬼，在我这里却可以是登云梯。母亲若非要挡我的路，就别怪我像父亲当年那样，拿您的丑事和桑姨的命来让您让道了。你母亲腿疾未愈，还是好生将养着吧。儿子告退了。豆芽叔叔，滚滚来啦！我白日里忙着复健收集消息已经很累了，这小家伙大晚上的还要来找我唠嗑。滚滚，你要是实在没事干，就去上学念书吧，别来霍霍我了。滚滚去国子监念书了呀，然后娘亲说念不进去的话，就多吃零食，多睡觉觉。滚滚睡了一天了，现在睡不着了。还有没有天理了？罢了，哪个孩子上学家长没点后遗症的？我现在怎么着也算是你的小舅舅。滚滚，先叫一声舅舅来听听。豆芽舅舅。豆芽舅舅，滚滚今天是来找你出主意的。就大螃蟹每天都缠着娘亲跟滚滚，滚滚好难受呀。叶向瑶天天缠着江云堂和滚滚，他这是想破镜重圆啊。云别突然精神无比。滚滚，你和娘亲要想过舒心日子，有2条路可以走，一条呢十分艰难，
那得让叶家和江家覆灭，从此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一条简单，直接改嫁，嫁一个身份你看足够尊贵之人。看我！滚滚看了，又马上移开了。我真是活该，送上门的时候偏不要，这下人家不送了，后悔了吧？这也不能呀！叶家和江家，滚滚来了！谢谢豆芽舅舅，滚滚现在知道怎么做了。等，不，你不知道，他话没说完，滚滚就回家了。